在这次的五角大楼泄密事件里，还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：埃及计划秘密援俄4万枚火箭弹。这事儿有说法的呀。埃及跟美国的关系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？基本上，埃及每年都要从美国那边获得差不多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。在俄乌激战的当下，埃及选择援助俄罗斯，等于砸自家饭碗。所以情报被爆出来之后，埃及直接来了一波否认3连：不是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问题来了，这份情报是真是假？埃及有没有可能选择援助俄罗斯？不得不说，美国这次的泄密事件挺热闹的。最初是乌军绝密情报泄露，现在连美国盟友也被牵扯进来了，比如英国，比如埃及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前几天报道，在泄密情报中显示，2月17日的时候，埃及总统塞西决定生产4万枚猎鹰45型火箭弹给俄罗斯送过去。塞西还要求官员对北约保密，避免发生摩擦。只是就结果来看，这个秘密也没守住。说实话，埃及援俄不是没可能。了解埃及外交战略的都知道，埃及是两头通吃，安全靠俄罗斯，经济靠美国，甚至可以说是拿美国的钱找俄罗斯买装备。俄乌战争开始之后，埃及也没有站美国这边，所以援助俄罗斯弹药的可能性很大。只是这份情报里面有一个问题，里面没说俄罗斯有没有接收这批军火。华盛顿邮报没有提供证据，没有泄露文件的图片。华盛顿邮报之外的美媒报道该新闻时，也都表示没看到相关文件，所以不是实锤。埃及也不可能承认，当场否认3连，表示我是中立立场。华盛顿邮报，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，并建议俄乌双方赶紧停火。俄罗斯也是跟当初伊朗援俄的反应一样，否认，认为这是骗局。当然，二者作为当事人说的话都不能相信。有趣的是，美国也否认了这事。科比说没有看到埃及向俄罗斯提供火箭弹的迹象，这就比较奇怪了。埃及、俄罗斯否认火力军可以理解，但美国作为泄露情报的源头，为什么会否认？埃及秘密援俄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？就火力军的看法来看，埃及完全有可能援助俄罗斯。之前也说了，埃及的外交战略是安全靠俄罗斯，经济靠美国。美国每年都要给埃及安全援助，但是在俄乌战争上，埃及并没有谴责俄罗斯，目的就是想为找一个能源经济合作伙伴。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塞西还在跟俄罗斯讨论建造埃及首座核电站的项目，之前还不断买俄罗斯的武器。从冷战时期与苏联闹翻之后，双方的关系一直很一般，但是等到塞西上任埃及总统之后，双方关系火速升温。不仅从俄罗斯购买武器，在利比亚等问题上也有共同利益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埃及想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维持自家的军政府体制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埃及秘密支持俄罗斯就有理由了。北约想让俄罗斯输掉战争是为了自身利益，同样的也会有其他国家不想让俄罗斯输。对于一些国家来说，俄罗斯输掉战争也就意味着会失去一个强援，或许会发生一些连锁反应。当然，这只是一方面，作为美国的盟友，埃及也存在不援助的可能。上面也说了，埃及每年都要在美国获得差不多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。如果说埃及是为了经济利益向俄罗斯出售弹药，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埃及的经济确实挺困难的，人口一直增长，经济却没有变化，国内矛盾突出。所以常年接受美国和沙特等国的经济援助，出售弹药那点钱，埃及还真看不在眼里。就单说美国，过去的30年里，美国总计向埃及提供了接近80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，埃及没必要为了这一点蝇头小利得罪美国。而且以埃及目前的经济环境，一旦被发现秘密援助俄罗斯，美国和欧洲不要说对埃及施加压力，只是暂停军事和经济援助，埃及政府就要大乱。这个国家的情况就跟高压锅一样，随时都会爆炸。
其次，埃及就算是想援助俄罗斯，也没什么保密运输方式，就算是相对保密的船运也不可能。各位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，埃及只有2条航线可以做到，要么从埃及出发一路向北，穿过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后进入黑海，后在克里米亚或者高加索沿黑海地区将武器交给俄罗斯。先不说土耳其会不会允许，就目前黑海的情况，船只根本不可能毫无声息地过去，美军侦察机可不是吃干饭的。第2条路线就是从埃及出发，一路向西，穿过英国控制的直布罗陀海峡，进入大西洋后向北。接下来的路线有2个选择，要么进入波罗的海，要么在加里宁格勒或者圣彼得堡与俄罗斯交接。只是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都是在北约的眼皮子底下交易。当然，如果硬说还有其他路线，确实火力军也不否认。比如从叙利亚秘密援俄，想都别想。中东地区的谍报做得很好，而且埃及和以色列接壤，想闷声干这种事儿不被发现，火力军觉得不太现实。而且就算是埃及能保证不被发现，俄罗斯那边能保证吗？有句话说得好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同时，埃及也没有理由援助俄罗斯，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和俄罗斯有更深的合作，现在就可以。在全球大部分的国家站俄罗斯对立面的时候，埃及选择中立对俄罗斯而言已经很好了。如果是像伊朗一样换俄罗斯的装备，迟早都要被发现，而后果还有些得不偿失。所以火力军对于埃及计划秘密援俄火箭弹这事儿上保持怀疑态度。再加上埃及、俄罗斯、美国3方都否认埃及秘密援俄，基本上已经说明这事儿是假的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华盛顿邮报这是要干嘛？带头宣传虚假新闻。作为美国最大最老的报纸，没必要去硬凑这个热点，这是自己给自己抹黑。所以火力军的看法是，有一部分人在通过华盛顿邮报给埃及一个警告。这个一部分人代指的是什么？各位也都清楚，美国官员。毕竟埃及拿了美国的好处却不干活，甚至还在对手那边跳来跳去，确实有点不地道。偏偏美国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。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，就算是埃及真的卖4万枚炮弹给俄罗斯，美国也不会制裁埃及。埃及如果真的乱起来，美国付出的东西要比援助多得多。而且这也不是埃及头一回跟俄罗斯做军火生意了。细数前几年，美国一直在当冤大头，埃及拿美国援助的钱找俄罗斯买装备，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。2020年7月，埃及找俄罗斯买了500辆 T90MS， 而且根据协议授权埃及生产许可证。这个 T90MS 主战坦克是供出口的 T90 坦克中性能最强的一款。2021年，美国援助埃及13亿美元，拿到钱之后，埃及扭头就找俄罗斯买了大批苏35，美国当然不满意。特朗普当时对印度、土耳其施压后，开始谴责埃及这事儿办得不地道，并且要求埃及全面停止与俄罗斯的合作，否则美国就与埃及暂停合作，全面取消援助。美国为了抑制俄罗斯的军工出口，推行了制裁政策，谁买制裁谁。最典型的就是土耳其，为了 S-400把 F-35整没了，而埃及是最调皮的那一个，先后从俄罗斯进口了大批的军火装备，包括米格29、苏35，但是没有受到任何制裁。美国也仅仅是口头上表示一下不满而已，也不知道土耳其心里怎么想的，会不会觉得不平衡。美国之所以那么惯着埃及，与其本身的实力有关。埃及拥有非洲最庞大的武装力量，无论是兵员数量、装备数量、装备结构，还是现代化程度上，都是顶尖的那一批。在全球火力排行榜中，埃及还进过前10，虽然2022的排名中掉到了12名。但实力还是挺不错的，根本原因就是军购订单多，整体情况跟印度差不多，装备全靠买。其次就是美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很复杂，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，全球那么多国家，为什么美国要一直援助埃及？因为以色列，美国援助埃及本意上是避免埃及与以色列发生冲突，为了调节中东那边的矛盾，
美国没少出力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，而美国答应给予埃及援助。所以从某种上来说，美国对埃及提供的军援以及军售其实是一种安抚，并且这不是埃及求来的，而是美国主动给。埃及不需要讨好美国，自然无所谓。所以美国不是不能动手制裁，而是制裁的结果远超美国援助的10亿美元。就算是在2013年的时候，埃及发生军事政变，美国冻结了对埃及的数十亿美元援助，降低了外交关系的水平，并限制了双边军事技术关系的发展，也没有持续多久。所以，华盛顿邮报报道没有证据的泄密事件，大概率不是埃及真的援助了俄罗斯火箭弹，而是美国认为埃及有援俄的想法，要及时掐灭这个念头。万一埃及跟伊朗一样，拿点国内装备换俄罗斯的苏35或者其他战机，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至于美国是怎么知道埃及想援助俄罗斯的，也很简单，美国监视盟友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比如前些年被美国中情局前成员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，就涉及到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手机被美国情报机构监听，就连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都未能幸免。还有这次的泄密事件，英国也遭殃了。华盛顿邮报还报道过，泄密文件上爆料，英国有一架侦察机去年在俄罗斯边境差点被俄军击落。去年的时候，英国也提及过这事儿，但并没有这次爆料出的那么严重。很明显，英国想息事宁人，结果泄密文件一出，英国出名了。总的来说，这次泄密文件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俄乌战争展开的。先是乌军的战略部署，然后是英国侦察机差点被俄击落，接着又是埃及援助俄罗斯军火。只是其中有太多的假新闻，就比如这次埃及事件，如果说是4万发炮弹火力军，可能还相信一点，但4万发火箭弹显然不可能。别说埃及，就算对美国、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大国想要生产的话，也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所以泄密文件没什么可信度，甚至可以怀疑泄露机密信息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手段，用来诱导俄罗斯。听说泄密事件的罪魁祸首已经被抓了，但不知道是不是来背黑锅的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埃及援乌这事儿靠谱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见。